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从5月6日开始啊，比特币开启了一轮下跌走势。5月6日呢，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呢，源自于震荡和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阴线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突然的这根悟空阴线呢，代表了下跌趋势的开始。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八节阴线、上升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昨天晚间呢，到达25811点位之后呢，唐僧阴线啊正式走了出来。同时呢，我们观察到本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开启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那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正好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也就是说，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正在进行的是日线级别的下跌。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最终呢跌破了27000点整数关口。这条整数关口啊，是箱体下边线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一旦跌破之后，行情下一周的行情走势容易出现与上涨对称性的一个下跌。那么什么是对称性的下跌呢？我们认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如果日线级别下跌搂不住的话，很容易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4月17日的这一周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有了周线级别悟空阴线之后，目前处在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再往下走，如果下周继续往下行的话，就容易发生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一旦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出现，会出现一个极端行情。同时呢，我们看到外围市场上也处于一个空头的走势当中。道琼斯工业指数在5月2日走悟空阴线之后，正在走一个八节阴线和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如果在33000点撑不住的话，那么道琼斯工业指数很容易走出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那么本轮行情我们观察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比特币总是发生背离现象，但目前行情在空头方向上发生了道指和比特币和 A 股市场的同步下行的趋势。这种趋势让我们不得不担心，在周线级别上是很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同时呢，这轮行情在25000点是有一定的支撑的。这条支撑线呢是日线级别上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在前方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筹码密集区。同时呢，也是144均线和169均线上移之后同 K 线相交汇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如果在$25000附近开始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就是多头出逃止损的一个机会。那么以太坊和比特币最近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这让以太坊的价格和比特币相比它的跌势减缓，但是以太坊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同步了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之后，走八节阴线组，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阴线组的势力范围。那么下方呢，容易走出一个唐僧阴线。如果唐僧阴线日线级别唐僧阴线出现的话，会在日线级别上到达$1600附近那么这种趋势下呢，我们看到那下方呢是有144日均线作为支撑线的，所以呢抄底的位置呢是在$1600附近。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非常担心的是以太坊和比特币发生同步的涨跌现象。如果以太坊同步了比特币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的话，那$1600附近在$1550附近呢，要设置一条止损线。这条止损线呢，是要提防以太坊最终呢出现一个下跌西游，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下跌的幅度就会非常巨大如果以太坊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的话。但目前时间已经来到5月13日5月中旬，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认为低点的出现呢会在5月中旬到7月中旬这段时间出现。因此呢，随着如果发生周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就是可以开始布局现货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如果着急进场的朋友，目前也是可以逐渐缓慢布局现货仓位的。原因是本轮行情已经走到了调整的末端的一个位置。左侧交易你要掌握2个时间点，一个是本轮行情是由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这种情况下呢，要开始布局仓位，等待周线级别如果可能出现周线级别下跌的这个
价格点和时间点之后，你的仓位要补充到70%以上。我认为底部产生它是一个过程，没有人能够在底部出现的那一刻发现当前时间点是最终的底部。比如说以太坊这轮行情是在22年6月份的时间出现了一个底部，只有行情走过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这轮行情最终的底部在什么位置。因此，行情走到这个阶段在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有可能向周线级别下跌吸油过度的这个时间点要逐渐布局仓位。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之后一旦低点出现，还会重新启动，因为比特币4年一个轮回的规律不变的条件下那么未来2年仍然是一个牛市，在牛市开启之前，一定要把仓位夯实进来。那么我们这2天呢提到的 PP 在昨天到今天的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80%左右的快速反弹过程。那么我们是怎么样预判的呢？这里有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在下跌过程首先是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可以连过来之后，下方是波谷连线，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有一个焦点位，这个焦点位的区域这个区域附近都是一个可能发生变盘的位置。那么我们看到了最终行情跌破了焦点位并且有一定的下移到达0.5010附近开启了反弹。行情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反弹是非常必然的规律同时呢，我们也研究了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已经给到了 VIP 群中的朋友。那这个指标呢是超跌的一个指标，我们在指标当中也看到了接近0.5010附近是一个超跌的价格点，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反弹。但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它出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并且呢在小时线级别上上方是小时线级别的1440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呢存在一定的压力，所以呢插针到这个位置之后也就是大概是在0.5019附近之后开启了一个迅速的回落。那么目前在高位震荡之后，我认为 PP 虽然受到资金关注但是目前在小时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同时都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反弹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因此你有现货的话要及时减仓在反弹过程当中及时减仓，如果没有仓位的话要耐心等待重新回落之后形成一个新的结构之后呢再进行抄底。那么往往是抄底的它的反弹幅度会大于下跌的幅度。我们可以看到这轮反弹达到了80%的反弹力度，那么它的下跌过程呢它是一个下跌，最终呢下跌了77%。所以呢很多人喜欢抄底因为抄底往往能够获得非常大的利润，但抄底之后呢要合理的布局仓位合理的控制仓位，这样呢在下轮行情当中你才能带着你的现金和你的筹码赢得这轮市场当中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 K 线吸油战法。感谢大家，再见。